当当，这是小米的新旗舰小米15S Pro， 比它多了个 S， 但其实它们真正的区别是多了个 O。它换上了小米的新芯片玄界 O1， 小米自己设计的新平台。我觉得很有意思哎，小米说给我寄一台自研芯片的机子，我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小米5C， 谁能想到居然是数字旗舰？太激进了！小米这一回呢，一步到位，搞了一个很有小米风味的处理器，直接用目前最先进的成熟工艺，台积电第2代3纳米，跟苹果的 A18 Pro、联发科天玑9400，还有高通的骁龙8 Elite 是同一代的工艺，对标国际水平。哎，我估计这一次点进视频的有一半人不知道15S Pro 用的是自研芯片的，这是国内吗？另一半人也想看看它做到了啥，没做到啥。刮保柔吗？这次咱们调个顺序，最后再来看外观。好，来做端正了，看看玄界 O1。哎，但是玄界是什么意思呢？念了这么多次这个名字，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哈。雷总肯定也赞同。玄界01，玄界 O1。这回的关键词啊是堆料，天玑9400上面的超大核 X925已经很令人印象深刻了。玄界 O1说，哎，这个好呀。那就来2颗，而且不但来2颗，频率和缓存都给拉满。这个规格跟天玑9400摆在一起看，极限性能肯定是吃不了亏了。这玄界 O1还专门定制了新的 ISP， 也就是负责图像处理的部分。但神奇的是，显性的区别没有多大，720P 插帧的1920帧慢动作去掉了，但其他体验，你看 4K60的切换。快排的速度几乎感受不出来任何区别。界面因为是新款嘛，基本上完全看齐15 Ultra， 这是看齐的地方，其实还有变强的地方。小米15S Pro 打开相机的速度是这样的，拍夜景视频的能力升级超级大。就比如说这一组，印象黑色的部分更加纯净了，连上面站的猫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蘑菇的细节更是多超多。如果光线继续变暗，它也不会强行把阴影拉灰，这一点跟 iPhone 倒是很像。你们觉得这个观感能打多少分呢？再跟欧米的大杯旗舰比一比，猜猜哪个是哪个？公布答案。不过讲道理，大杯面对这些 Ultra 还是会有点吃暗亏，有点期待明年的16 Ultra 能不能用上 O2 之类的，把定制 SP 的优势发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搞出以前华为 P20 Pro 那种夜景怪物级别的机器来。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别个假哈。现在发售前的版本不是最终的相机部件，最后到手的成品肯定还会优化。目前2台机子拍出来的色彩有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倾向，这几个居然是同一个模式，甚至 S Pro 的徕卡经典会让我有一种是不是开生动模式了的感觉。你看这俩有区别吗？讲个好玩的哈，拍这张油画的时候，算法强行介入了太阳，试了几次都这样。新硬件需要一段时间调教也可以理解，等于是 OTA 好吧。这一次玄界 O1不只是定制了 ISP， 还用上了外挂的联发科基带。我把手机带到工作室附近的几个地方测试强网的体验，重新办了2张一模一样的卡，每个地点测试了5次取平均。大多数情况呢，玄界小胜。这里有个遥遥领先的部分，其实是15S Pro 没有办法像15 Pro 一样稳定的识别到 5G 信号，影响到了分数。OK， 开胃菜结束，上硬菜，看看性能。刚才就说它的 CPU 规格堆料贼猛，其实 GPU 的部分也用上了跟天玑9400一样的 ARM 公版 G925，但是规模给到了16核心，比9400还多4个。今年天玑的游戏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了，玄界比它还更能堆。看这规格，之前说它对标8 Gen 3还是太保守了，这就是奔着今年旗舰们去的呀。不服先跑个分，先用 Geekbench 测试一下理论性能。好家伙，同样是性能模式 ，CPU 的单核跑分和多核跑分超过了X200 Pro 和上一代的小米14 Ultra， 完全对标小米15 Ultra 上面的8 Elite。GPU 我也测了一下，3D Mark 跑分也甩开8 Gen 3一阶，看齐8 Elite， 只是没有跑过更炸裂的天玑9400。这小米憋了个大的呀！好，那就算你跑分高，体验就一定好吗？我直接一个游戏的测，在原神里表现压了小米15 Pro 一头，对标上天玑9400，温度也控制得不错，在王者里也是类似的表现。只是在性能压力很大的明朝里面表现有所下滑，但还是显著好于上一代8 Gen 3的。而且玄界 O1还展示了相当不错的功耗控制，在几个游戏测试里面都是第1梯队的，甚至还有几次表现比其他人还好。台积电这个第2代3纳米确实有东西啊，帧数高，表现稳定。如果把它塞到你手里，你怎么可能会怀疑这是个自研芯片？太成熟了。不过我发现一个小区别，游戏内现在还不能打开超分和插帧，当然也可能只是发布前没来得及做。看到这里有没有人忍
不住要下单了。别急，你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呢。这个呢，就是它的包装盒，我复原了一下，给未来的机主们看一下买回来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盒子真的非常的长，然后还是一样的小米15S Pro 15周年纪念版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那个盒子。我记得当时是这里有一个像凸面镜一样的那个立体效果。那会儿小米在自家最顶级的旗舰上面用上了国产的屏幕、国产的传感器，没想到5年后的现在，小米15周年纪念版的手机上面还是一套国产套餐哈。但这一次和5年前不一样的是，那时候的国产屏幕还是抽奖中的参与奖啊。但现在呢，就没有人再去怀疑国产屏幕和传感器的实力了。哎，你们说会不会5年之后用国产处理器就跟喝水一样平常了？刚手机上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打开来看，它是一个手机壳。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，是一个银灰色的手机壳。电源键这里呢是一个红色的按钮，手机壳的这里还可以放这个配件，这是一个手机挂绳的扣子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在这里加上那个红色的很好看的挂绳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小的挂饰，上面写着小米2010到2025，我是从小米6开始用的，大概是17年的样子，我这算早吗？这是它配的那个小背带，哎，这个颜色真的好喜欢，巨显白。就这个红色，让我有一种以为它是1加的感觉呢。待会给你们看一看，这样翻开盖子，也是一个银灰色的充电头，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，很好看。我等一下，这个也是银灰色的，还真是灰色的。看这个头也是银灰色的，非常好看，银色控有福了。其实呢，你可以把小米15S Pro 理解成小米15 Pro 的换新版本，来对比一下小米15 Pro。我当时直接拿着这台15S Pro 进了小米之家，晃了半天没有人发现异常，真的是笑死了。然后这一台 S Pro 呢是远空蓝的版本，它就是那种非常克制的蓝色，然后带着非常明显的金属光泽。来，你们注意看了哈 ，X Ring 玄界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息屏状态下的屏幕，有没有觉得这边的反光会黑很多？因为小米15S Pro 出厂的这个膜呢是抗反射膜，这个必须给个大大的好评。之前 vivo 有测试过一批抗反射膜嘛，可以去售后贴，这个直接出厂就已经贴好了，好希望赶紧普及一下啊！之前我把它带出去室外拍的区别是这样子的，15 Pro 这边呢还能看到清晰的云层，15S Pro 这边几乎是一点都看不着了。话说之前三星那种它是直接镀在屏幕上面的，那个确实很高级，但是我也经常刷到一些说镀膜损耗的。抗反射膜和抗反射屏，你们会更喜欢哪一种方式呢？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，作为小米正儿八经的自研旗舰芯片，在手机上面发现有点小问题，反而挺让人兴奋的。这不说明小米正在主导的是新东西吗？想想看，当时 Mate 60回归的时候，角色的脸都是透明的。当年那一颗澎湃 S1因为性能不够，而且甚至不支持全网通，小米把它放在了终端机小米5C 上，似乎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。然而8年后，小米用15S Pro 告诉我们，他们没有放弃造芯片，哪怕友商已经被迫放弃，即使顶着每个月 PPT 处理器的漫天攻击，他们也坚持下来了。对于现在的小米，成功造了车，成功造了芯片，这回咬咬牙坚持下去，会不会5年之后用国产处理器也是件名正言顺的事情了？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把这事儿办成了，之后的路只会越走越顺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建立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